眼见风云变色，山雨欲来，长生只得一瘸一拐地走到墙边，取下了挂在墙上的蓑衣和斗笠，准备出门。但回头看到卧在草堆上的老黄，他又犹豫了。他并不知道老黄究竟多大，他只知道在他被捡回来的时候，老黄正好下牛犊，王大爷是用老黄的奶把他救活的。老黄已经很老了，最近一段时间老黄的情况很不好，长时间趴伏不动，已经7、8天水草未见了。长生不放心将老黄独自留在家里，但他又不能不走，因为很快就要打雷了，而打雷的时候他是不能留在村子里的。小瘸子还磨蹭什么？没见变天了吗？赶紧滚！长生哥又要打雷了，你快出去躲躲吧。哥什么哥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离那个扫把星远一点，找不着爹妈的野种，缺德造孽的玩意儿。王麻子当初就不该捡他回来，自己被克死了不说，还连累咱们也跟着遭殃。老天爷呀，都说冤有头债有主，您要批就批准点吧，可不要再连累俺们了。对于妇人的咒骂，长生并未还口，因为那妇人并没有冤枉他。他的到来的确给这个名叫蔡徐村的村子带来了灾难。自从车把式王麻子把他捡回来，村子的安宁平静就被打破了。他自村子生活了14年，在这14年中，村子多次遭受雷击，而且每次雷击的位置都在他家附近。倒霉的不止他和王麻子，周围的邻居也屡遭殃及，倒是不曾伤人性命，但房屋院墙却多有损伤，坤亚鹅犬也被震死了不少，他的那条腿也是被雷给劈瘸的。死丫头，鬼叫什么？眼睛，2个通红的大眼睛就在长生哥的屋子后面。再敢撒谎，撕了你的嘴！走，快回屋。娘，我没撒谎，我真的看到2个大大的红眼睛，好像窜到东面树林去了。长生倚靠在石壁上，看着外面的大雨，满心忧虑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老黄已是风烛残年，怕是没有多少时日了。想延长老黄的寿命，怕是不能了。眼下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设法给老黄弄点儿精细的吃食。但是去年大旱，收成不好，眼下又是初春时节，青黄不接，村里30多户人家都只能靠着谷糠野菜充饥，连人都快饿死了，又能去哪里给老黄弄来精细的吃食？家里还有几斤豆子，但那几斤豆子原本是留来春耕做种的，若是吃了，春耕时便没了种子。这处山洞我来过无数次，从未见过这件东西，想必是之前有人来过，遗落在此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得赶紧回去照顾老黄。老黄，今天精神不错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做豆浆。还没出正月呢，不到离地的时候，你捣鼓它做什么？快过来！长生哥，你昨晚看到那个红眼妖怪没有？哪来的妖怪呀？我真的看见了，2只眼睛通红通红的，好香啊！长生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怎么舍得煮豆浆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离那个扫把星远一点，赶紧给老娘滚回来！老黄此时仍然站在东墙下，一直在用头碰触掉在地上的犁头。长生拎了豆浆过来，他闻也不闻。起初长生还以为是豆浆太热，但是等了许久，豆浆都凉透，老黄还是不喝，只是急切的用头碰触犁头，迫切的想要套圆下地。长生和老黄生活了多年，朝夕相处，熟悉他的脾性，一人一牛自卯时一直僵持了2个半时辰，最终还是长生妥协了，无奈的为老黄扛着犁头，拎着半桶豆浆跟随在后。老黄的异常表现令他忧心非常。如果老黄的情况真的好转了，不可能不吃东西。老黄目前的表现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。长生最终还是选择尊重老黄，他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，不要再违逆他了，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。长生心里很难受，老黄辛苦了一辈子，而今命不久矣，真的不该再让他干活了。
但这是老黄自己的选择，他可能也不希望留下遗憾，想要趁自己还有力气，再为主人犁一次地。为了让老黄省些力气，长生将犁头压得很浅，他的田地并不多，只有不到2亩，他只希望尽快耕完，带老黄回家去。老黄，咱们的地已经翻耕完了，那边的地是别人的，咱们该回家了。村里只有老黄这一头牛，王麻子在世时，村里所有的田地都是他在犁耕。多年下来，老黄已经养成了习惯。100多亩田地，老黄是无论如何也耕不完了，我不能再让老黄出力受累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再度连锁下犁，跟随老黄继续翻耕。过了申时，老黄开始发抖，老黄已经坚持不住了，随时可能倒下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老黄竟然主动停了下来，低着头做出了谢恩的动作。见此情形，长生急忙将套索自他身上卸了下来，再度将盛有豆浆的木桶拎了过来。老黄终于张嘴喝了几口，转而伸出舌头舔舐长生的头脸。你要去哪儿？他知道猫狗临终之前都会离开家，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安静死去，想必老黄也是这种情况。夕阳西下，暮色将至。起初老黄还会偶尔抬头舔舐长生的手，到的后来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呼吸也越发缓慢粗重。长生，你在这做什么？没事儿，刚耕完地，歇会儿。怎么不回家歇着，跑这来了？带老黄来吃草。对了，我听大燕子说，你家那头牛快不行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没影儿的事儿，下午还给你们犁地了。不对，我看它好像真的不行了，你看，都快没气儿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它是不是凉了？是死是活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我的牛。哎呀，你个小瘸子，哼什么哼？哼！长生一直抚摸着老黄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抚摸老黄能不能令他好受一点，他只知道如果自己快死了，希望能得到亲人的抚摸和安慰。长生啊，老黄怎么样了？老黄是我的牛，他怎么样和你们没关系。谁说这是你的牛？这只黄牛当年可是全村凑钱买的，只不过交由王麻子照顾而已。王大爷生前曾经跟我说过，这头牛是他用2两银子买的。你说是你们凑钱买的，可有字据？要什么字据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说得好，一个外来户还真拿自己当本村人了。啊，对，这些年我们跟他倒的霉还少吗？我看那头牛还有口气儿，赶紧把他拖走，下刀放血，等断气了可就放不出血来了。这些年你们的田地都是他耕的，你们都忘了？他都快死了还不忘给你们耕地，你们竟然想杀他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哪里还顾得那么许多？谁敢杀我的牛，我就跟谁拼命！把他拿下！唐律严禁屠宰耕牛，你们若是杀了老黄，我便要往县衙举报告发。还敢报官，令我狠狠地教训他！老黄，老牛站不起来了，给我上，今晚吃牛肉。住手！你们这么多人，为啥打他一个？这个光是有所不知，我们是因为这头耕牛起了争执。小子，你是偷牛贼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牛，他们要杀我的牛。英雄不要听他胡说，这头牛不是他的，是我们村里的。师傅，你快来给他们评评理，他们都说这头牛是自己的。我信你所说，但这是他们的村子，你若是得罪他们狠了，怕是日后很难在村子里过活了，他们定会排挤于你。走了便是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便替你主持公道。且不管这头耕牛是你们的还是这少年的，你们想要打杀他都是触犯律法的。本朝律法写得明白，宰杀耕牛者杖20，监1年。刚才我们看得清楚，这头耕牛是你们一同打杀的，这少年若是前去告官，
我们皆是证人。道长有所不知，这耕牛是老死的，与我们毫无干系啊。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，他们各持农具刀斧打杀耕牛，你虽然未曾动手，却在指挥下令，他们皆是听命于你。我何曾指挥下令？哼，不是你指挥下令的，难道是他们自己存心作恶，故意触犯律法？牛还没死呢，我们也算不得私自屠宰啊。你们先回去，此事我来处置吧。立秋，这头牛怕是救不活了，将箱子里的天下第一奇毒阎王散取出几钱，给他个痛快。师傅是担心我们走后，村人会分食他的尸体，才有此一说。此乃粟米米粉，无毒之物。小兄弟，你离远些，此毒沾之即死，无药可解。一干村民眼见耕牛被下了剧毒，无不暗道可惜，长吁短叹，泱泱回返。立秋，你随为师往村里去了结此事。老大，将那黄牛的尸身就地掩埋，以免乡人误食中毒。此时老黄濒死弥留，已是出气多，进气少了。长生心中悲痛，回坐原地，伸手抚慰。老黄最终还是死了，死得很安详。当老黄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，长生感受到了刺骨透心的凉意。死亡是永远的离去，是没有回归的离别。从此以后，老黄便自他的生命中永久的消失了。老黄是长生的奶娘，想到这些年老黄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种种景象，悲鸿瞬间便冲毁了理智的堤坝，抱着老黄泪如雨下。把我们的铁锹头拿出来，帮他把牛埋了吧。咱们的东西不合用，还是用他的家事吧。多谢帮忙，我回去拿铁锹掘头。不多时，三人回到了长生的住处。长生只有一套被褥，进屋之后连同席子一同卷了起来，把衣服也打包了。你别想跟我们走，你是个瘸子，师傅不会要你的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，我只想离开这里。收拾好东西，长生又出来拆卸门板。穷人发丧出殡打不起棺材，用门板入殓下葬并不少见。大汉见状，伸手帮忙。他身形高大，力气惊人，两扇门板50-60斤，拎在手里旁若无物。长生哥，这是我偷偷藏下的窝头，准备送给你吃。结果长生哥，你一天都没有回来。二妞，长生哥不饿，你多吃点。这几个铜钱你拿着。长生哥，你去哪里呀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明天还给你藏窝头。二妞递过来的那个窝头，令他感受到了久违的真诚。这个村子还是有一个人对他心存善意的。这个村子是他的伤心之地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长生将自己的被褥盖在老黄身上，在覆盖老黄的头脸时，长生再度落泪。这是他看老黄的最后一眼。留作念想吧，他若有灵，也定愿留下牛角与你作伴。长生，你可愿意跟着我们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是个瘸子，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。我会狩猎，还会捕鱼，饿死总是不能的。罢了，人各有志，不要劝他了。况且我们做的也不全是光明正大之事，他跟着我们福祸未知。这是我带你向王村正讨要的汤药费，你好生收着，他日定会用得着。先前林道长和陈立秋跟着村正回村，原来二人是为我讨还公道去了。多谢道长，这钱我不要，诸位的恩德我会永远记在心里。他日别说那没用的，你若真有报恩之心，跟着我们岂不最为便利？不然我们今日一走，你又往何处寻我们？陈立秋说话的功夫，林道长已经带着众人动身上路。陈立秋说完也转身离开。长生站在原地看着众人逐渐走远，心中甚是纠结，踌躇良久，最终还是一瘸一拐地跟了上去。陈立秋所言甚是有理，既然有心报恩，为何还要等到他日？今日一别，他日再见怕是遥遥无期了。师傅，是不是雷击木？应该是。师傅，那里好像也有一棵。不对劲儿。怎么了，师傅？这2棵树都是不久之前刚刚遭受雷击的，寻常的降雨天雷绝不会落在距离如此之近的2处位置。仔细搜寻这片区域，看看有无异常之处。
众人立刻开始分头寻找，只有长生留在了原地。他没有参与寻找，他不知道应该找什么。二来这片区域他很熟悉，正是他第一集栖身的那座山头。师傅，没找到。你们将雷击木砍了带着，我去看看地形。雷击木对于道门中人来说是制作法器的上品，可惜师傅没有教我们法术，砍树太慢了。此处除了这2棵近期被天雷劈中的树木，还有一些已经倒伏的陈年老树，当年也是被雷击中的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里曾经多次出现过渡劫天雷。李大哥，什么叫渡劫天雷？异类七窍不全，修行是为天道所不容的，故此异类修行需要经历多次劫难，每100年一小劫，每1000年一大劫，每逢劫难都会引发渡劫天雷。若是有造化，躲过了天雷，道行便更加高深；若是时运低，没有躲过天雷，便会被天雷打得灰飞烟灭。你的意思是这座山里有妖怪？不是，这座山峰并不藏风聚气，草木也不旺盛，亦没有清洁水源，并不适合异类蛰伏修行。异类渡劫多则1000年一次，少则100年一次。但细看山中那些被天雷击倒的枯木死树，并不是发生于100年之前，而是集中在最近几年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就是此事不合情理，怎么说都说不通。对了，你就住在这附近，你知不知道这里可曾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？不知道啊，总不能告诉你们这些天雷都是我引来的吧？二哥，渡劫天雷只劈妖怪吗？会不会劈人？不会，除非是异类变成的人，亦或是修行登峰造极的炼气之人，近身子气修为十方才会引发天雷。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原本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异类特地赶来此处渡劫。2天半后，一行人终于走到了登州府牟平县城。进城之后，众人找到一家客栈落脚。林道长，听三哥说你们要出去办事，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？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知道我们要干啥，就想跟着去，赶紧回去，别添乱。四姐，给你送几个果子来。这个送给你，我本不擅长吹奏，留着也无用处，你拿了去，也算物尽其用。这笛子通体青绿，灵光内敛，竟然是由一整块绿色玉石雕凿的玉笛。此等珍稀贵重之物，我不能要的。这笛子不是我的旧物，而是中途得来的。你的笛子留在了老牛的坟里，这只便送给你，他日演奏到乐你也用得上。吹得很好。嘿嘿，这首曲子我真的没听过。我知道这首是我们那里的曲子，你不可能听过。长生，跟我上街买点东西。三哥、二哥在做什么？在作死。自从考到一本墨子，他就在梅霄听过，一得空就瞎折腾，炸过好几回了。这回动静还算小的，上次在齐州将人家客栈都给夷为平地了。墨子是什么？一本记录了机关造物的古籍，那是春秋时的古籍，秦时被列为禁书，都被烧了。他得的那捆竹简乃是绝世孤本。既是孤本，他又是自哪里得到的？还能从哪儿啊？墓里呗。师傅只是不让我们拿取墓中金银，却不曾禁止我们拿取古籍典藏。啊！嘿嘿，我好像说漏嘴了。三哥，既然不为金银，为何要掘人坟墓？找东西呗。师傅一直在找一件东西，你别问我他在找什么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而是我们都不知道。你先把这袋粮食扛回去吧，我去一趟驿站。三哥，你去驿站做什么？去驿站自然是邮一书信。之前看他在房间里写信，观其神态，貌似是写给意中人的。小瘸子，老三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可别跟他学。我怎么就不是个好人了？你这一路上沾花惹。老大，不要乱喊，他叫长生。对了，你姓啥来着？这句话把长生问住了，他是弃婴，哪能知道自己姓什么？
老二，都告诉你了，不要在客栈捣鼓墨子。你看现在又得掏钱赔，本来我们挣点钱也不容易。还有你，老三，你通过驿站邮递书信，若是被有心之人得知，很容易暴露众人的行踪。知道了，师傅，我只往江南发了1封。我可是看见了的，你同时发出了3封书信，且收受之人都是女子。长生，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件东西，有时迫不得已，免不得要惊扰亡人。但我们绝非盗墓求财之人，不会拿取坟墓里的金银财物，衣食用度全靠几人沿途正当获取。我们明早就要离开此处，若是你改变主意，现在回蔡徐村去还来得及。我要留下。你虽然腿脚不很便利，却难得重情重义，且知书达理，甚善甚善。哦，林道长，您若不嫌弃，我是个瘸子，我想拜您为师。好好好，能够遇见便是机缘使然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。眼见林道长答应了，长生急忙跪倒在地，郑重地冲林道长磕头。磕头拜师乃是必要礼数，按照礼数，拜师需3跪9叩，也就是磕头3次到9次。受长生一拜之时，林道长突然眉头微皱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待得受过2拜，林道长突然眉头大皱，双目圆睁，不等长生3次叩拜，便伸手将他拉了进来。好了好了，莫要再拜了。不止长生不明所以，李中庸等人亦是一头雾水。拜师乃是大事，郑重3拜必不可少。他们不明白林道长为何突然制止长生对其叩拜。吃饭，吃完早些休息，明日还要起早赶路。长生，你的腿是怎么瘸的？回师傅，早些年天上打雷，溅起了飞石，我的腿就是被飞石砸断的，事后未能及时正骨复位，走路便有些瘸拐。回去了，好好休息。师傅，我们为什么要走小路啊？大路不是更快吗？我们要尽可能的隐藏行踪。要知道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非常光明。有些坟墓虽然年代久远，墓主人却是有后人存世的。我们尽管没有破坏陵墓，却终究还是动了陵墓。墓主人的后人察觉之后，势必追查此事。江湖上知道亦或是怀疑，我们得到了大量武功秘籍的人不在少数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暗中垂涎并是突然指的也大有人在。而且更方便我们演练武功。眼下正值乱世，行走江湖没有高强的武功可不成。长生，想不想练习武艺？自然是想的，但我腿脚不……你不要总是对此事耿耿于怀。江湖上不乏独臂单腿的高手，有的甚至耳不能闻，目不能视，只要天赋足够且持之以恒，总是可以有所成就的。长生不确定林道长所说确是实情，还是安慰的成分居多，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只得点了点头。练气习武讲究天赋，巴图鲁魁梧强壮，但悟性差了些，习练的便是外门功夫。嘿嘿，李中庸和陈立秋2人，他们2人悟性较高，故此修习的都是内功心法。老四乃是女子，体魄力气都不如男子，但她心智过人，聪慧敏捷，故此修炼的乃是五行遁术和暗器。师傅，我不太懂这些，您感觉我适合练什么，您就教我什么吧。你想学打人的功夫，还是杀人的功夫？师傅，我从小到大没打过架，更别提杀人了。我也不知道学了武功之后要做什么。我不似大师兄那般高大孔武，外门功夫我是学不得的，不如也和2师兄和3师兄一样，习练内功心法。也好，我们在前面埋锅早饭，稍作休息。猴子在北方并不多见，登州境内根本就没有猴子。那只猴子脖子上好像捆系着脖套，应该是有主儿的，想必是自耍猴人手里逃出来的。师傅，这么大的松塔绝不是产自登州。这松塔想必是去年秋天采摘的，果地整齐，不是拧下来的，而是被人用锐器砍割下来的。师傅，我们在登州好像没得罪什么人。也可能他跟踪了我们很久了，只是我们一直不曾察觉。不好，水里有毒。不是毒药，是麻药。老四，接着。三哥，也给我一个武器。一边去，你打得过谁呀？赶紧找地方躲起来。
长生，对方来者不善，你不会武功，留在此处只能枉送了性命。趁敌人未到，早些走了。我不走。你是南诏马帮的钟阿耿，记性不错，正是在下。我们当年有过约定，你我合力打开玉龙山的滇王古墓，我只取墓里的丹药，余下的东西全归你们。除了丹药，我没有拿取墓里的任何东西。你离开之后，我们字幕中并未找到滇王玉玺。当年你是第一个进入墓室的人，滇王玉玺不是你拿走了，还能是谁？你们也只是猜测墓中可能会有滇王玉玺，并不表示滇王玉玺一定在那古墓之中。更何况滇王玉玺对你们有用，但对我毫无用处。滇王玉玺高过2寸，你们无法藏在身上。我要检查你们的箱子和包袱，如果里面没有滇王玉玺，此事便到此为止。可以，但是你们过来检查的人不能认识字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帮主，天才神功，传说中的天才神功。你干嘛？你做什么？我还不曾看清楚。言而无信，你分明识字。正所谓无信而不立，你们也看过了，滇王玉玺当真不在我们手上，希望诸位言而有信，莫要食言而肥。玉玺的确不在你手上，钟某也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此事就此翻过。不过天才神功乃是我们马帮祖上之物，你得交出来。师傅，他们分明是冲着秘籍来的，今日之事必难善了。来者不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当真动起手来，我们必然吃亏。老四，我动手之后，你立刻假借突围，往四面布下5行阵法，将他们尽数围住。弟兄们，跟我上！师傅，阵法已经布下。阵起。还是老五细心，连猴子都不曾放过，此番便不予走漏风声了。三哥，你们一共打杀了多少人？连那贼囚在内，26人无一漏啊！不对，不是26人，是27人，其中1人站在西侧那棵大杨树的后面，位置隐蔽，不易看到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罢了，无需忐忑。行走江湖，意外随时可能发生，打打杀杀也是免不了的。老二、老三，去舔一下他们的包，细软钱财尽数带走。咱们带有秘籍，一事定会泄露，日后想要做教算卦的取钱财，怕是不能了。匪人随身财物乃是不义之财，取之不伤阴德。休整一下，出发即墨城。咱们还有几天安宁日子，接下来我要出门一趟，少则3天，多则5日。你们留在客栈歇息休养。箱子里的那18部古籍，你们各选几部背诵牢记。一旦熟记，立刻将秘籍焚毁。这些武功秘籍都是前人的心血和智慧，理应传之后世，代代承袭。师傅，您要去哪儿？不用管我，你们留在此处等我回来，深居浅出，莫生是非。这18部古籍逐渐多为武功秘籍，也有内功心法和轻功身法。老大巴图鲁记性不好，排除在外，余下4人每人4部。长生和田真功都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多出的2部便由他们2人来背诵熟记。师傅，您终于回来了，这些秘籍我们都熟记，并且烧毁了。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那天当真逃掉了一个马帮帮众，此人已经将消息传了出去，觊觎垂涎秘籍者不在少数。你们所习练的武学，想要有所成就，绝非朝夕之功。而今我们的处境堪忧，为了自保全身，只能暂时借助外物。外物？咱们即刻动身，为你们配齐刀剑兵器。师傅如此急切，可是有追兵在后。追兵倒是没有，只是天意弄人，时不我待。师傅，您所说的时不我待是什么意思啊？长生，你可曾后悔与我们同行？不曾。习武之人常说留情不动手，动手不留情，你如何看待这句话？
动手不留情，留情不动手，好像有道理。能不动手还是别动手了。你的意思是能忍则忍，忍无可忍便痛下杀手。能不杀还是别杀了。长生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他日你武功大成，倘若遭遇冒犯挑衅，一定不要退避忍让。忍一时没有风平浪静，退一步也没有海阔天空。欺软怕硬是世人的通病，在遭遇挑衅和冒犯之后，一定要立刻给予惩戒，万不可姑息忍让。要知道，姑息忍让只会助长罪恶，绝不会换来友善和尊重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，能在恶人打我们的时候给他一拳，就别等恶人蹬鼻子上脸，想要杀我们的时候给他一刀了。正是，恶人也有父母妻儿，在他们为恶之初小惩大戒，让他们有所收敛，远比姑息纵容、示弱诱导，最终取他们性命要好。退一步真的不太可能海阔天空，忍一时也不太可能风平浪静，只会换来他人的变本加厉，得寸进尺。师傅，弟子记住了。师傅今天的话有些多，太反常。师傅今天不太对劲儿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师傅一直在咳嗽。我怀疑钟阿耿的兵器是淬毒的，当时师傅受了伤。师傅先前曾经离开过几天，而且是骑马离开的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咱们当日路过冀州的时候，师傅曾经说过那里有位号称阎王敌的薛神医。你怀疑师傅去了冀州？你自己算，往返5天，时间是不是对得上？5日之内可以去很多地方，师傅并不一定去了冀州。我也希望师傅没去冀州。师傅，您就不要进去了，我们去就回。各选一件兵刃，虽然日后你们的境遇可能会非常艰难，却绝不能染指殉葬金银。长生，你就不要去了，留下陪师傅。你喜欢什么兵器，我给你带出来。我不会使用兵器，也不知道喜欢什么。散了，我们看着办好了。林道长叫长生坐在自己身旁，长生闻言急忙走了过去，坐在了箱子上。长幼尊悲乱不得，徒弟和师傅是不能平起平坐的。林道长虽然将长生喊了过来，却并没有急于说话，可能他压根也没想说什么，只是想让长生离他近一点。长生本想询问林道长伤势如何，但犹豫过后最终还是忍住了。这个问题在来时的途中，李中庸等人曾经多次问过，而林道长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，无有大碍。师傅，大师兄等人喜欢的兵器都在这个古墓里吗？此处是一座帝王陵墓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富有四海，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搜罗古今神兵，用以殉葬。原来如此。林道长拿出的这个瓷瓶，长生认得，正是当日自钟阿耿身上搜出来的。长生就在林道长身边，林道长细数药丸数量的时候，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那种药丸还有5枚。师傅，水。师傅，您刚才说这座墓里殉葬的兵器都是古今神兵，既是神兵利器，墓主人怎么舍得将他们带进坟墓？世人大多自私狭隘，帝王也是人，很难超脱人性，总想占有更多。可能在他们看来，带进了坟墓就属于他们，流传后世就是被别人夺了去。人活一世，两手空空的来，最终也会两手空空的走，带不走任何东西。当无法拥有的时候，不妨成全他人。长生点了点头，他明白林道长所说的道理，但也只是粗浅的了解，受年纪和阅历所限，对于一些未曾经历过的事情，他不可能有切身体会。大师兄他们喜欢的兵器必然都是上好的东西，万一被人认了出来，怕是会垂涎贪恋，届时明抢暗偷，岂不是给他们增添麻烦？你所说确有道理，我原本也有这样的顾虑，但两相权衡，感觉这些兵器给他们带来的助力要远远大于给他们带来的麻烦，故此才会同意他们拿取墓中的兵器。师傅，墓里就没有您喜欢的兵器吗？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人活于世，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多谢师傅教诲，您说的话我记住了。这可是神棍呐，
你别看它黑不溜秋，灌注灵气之后它能变色，看着哈。如何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师傅说了，神棍不但能变成红色，随着我灵气修为越来越高，以后还能变成蓝色乃至紫色。这神棍有360斤，交和我用，旁人也拿它不起。还神棍呢，充其量也就是根妖棍，那石板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冰铁棍乃9天玄铁打造，本为妖猴袁弘所有。妖精用的棍子不是妖棍是什么？你就是眼红，眼红也没用，你使不动。长生，对。三师兄，我要刀没用啊，我又不会使。不会可以学啊，此刀名为寒月，乃徐夫人所铸，刀身薄如蝉翼，乃快刀鼻祖。来，长生，你人造的兵器，咱可不使。孤陋寡闻，哪个告诉你徐夫人是女子？徐夫人乃是春秋铸刀名家，夫人是她的名字，而这把寒月刀乃是她生平的得意之作。二师兄，你把这宝刀给我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这把是铸剑大师欧冶子的纯君剑，纯君乃欧冶子打造的最后一把长剑，欧冶子在这把剑上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。纯君出世不久，欧冶子便去世了。纯君剑虽然外形朴拙，中规中矩，却是当之无愧的神兵利器，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。三师兄，你的呢？这是剑吗？没想到剑可以这么软，能藏在腰带中。我这铜盘由28把飞刀组成，这些飞刀大小不一，样式各异，硬核星宿，彼此卡卯，既可组合又可分离，但我尚不知如何分离。师傅的情况不太好，这次行动我自关中找到了2个果子，对师傅或许有用。爷，刚出正月，哪里来的性子？这2个果子还不明是好是坏，先放着看会不会腐烂。师兄师姐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多年，师傅一直探寻古墓，到底在找什么？我怀疑是续命的丹药。为什么？师傅的衣食用度都是辛劳获得，即便囊中羞涩，也从未拿过墓中的金银钱财。再者，师傅虽然自墓中带出了不少秘籍，却从未染指参习，兵器也从未动过，这些全都排除了，就只剩下治病续命的丹药了。我怀疑师傅寻找治病续命的丹药是为了一个女人。啊！师傅都多大了，怎么会是为了女人？你感觉师傅多大？师傅的头发全白了，定然在不惑之上。师傅没那么老，我感觉师傅最多不过35。老大曾经说过，他跟着师傅的时候，师傅还是个满头黑发的年轻小伙儿。大师兄跟了师傅9年，9年之中师傅的头发怎么全白了？我感觉有2种可能，一是思念过度，二是逆天做法。师弟，你们都过来，师傅有话要说。咱们眼下的处境你们也很清楚，虽然我们已经毁掉了秘籍，但江湖中人绝不会因此放过我们。倘若他们再知道你们随身带有绝世神兵，怕是会如狼见血一般的围追你们。好在江湖中人虽有识得我的，却很少有人认得你们，即便有人见过你们与我同行，也不过是一面之缘，故此只要你们不与我走在一起，他们想要找寻你们便无从下手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让我们背信弃义，独善其身？严重了，你们随我行走江湖也不是一朝半日了，你们的脾性我都知道，怎会是背信弃义之人？但你仔细想过，我所说的可有道理？倘若我们继续结伴同行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认出，一旦遭遇动手就会被拖慢行程，届时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至。倘若寻常对手，我们还有一战之力，但江湖之中不乏紫气修为的绝顶高手，一旦与他们遭遇，我们岂有胜算？有道理啊，师傅说的有道理。你听明白没有就乱接话，师傅是怕连累咱们，想打发咱们走。走去哪儿？师傅，别说您现在有伤在身，即便您没有受伤，我们也不会离开您独自逃生。忘恩负义的事情我做不出来。师傅，您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便是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您对我们的恩情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这个念头您不要再有。除了老大和老幺，你们3个都是有家人的，倘若行踪暴露，极有可能连累父母亲人。江湖中人并不全是光明坦荡之人，
多有卑鄙无耻之徒，品性卑鄙，行事无所不用其极，届时冲你们的家人下手，你们如何应对？师傅多虑了，知道我们来处的人寥寥无几，他们便是有心查找，亦无从查起。师傅，我虽有家人，却远在天边，我在中途所行之事不会连累到他们。是啊，长生就站在陈立秋旁边，他能听出陈立秋虽然出言附和，但信心明显不足。而陈立秋之所以信心不足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有不止一位红颜知己，平日里总是偷偷与他们通信，难保不会出现问题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你们即刻动身，星夜返乡。老大带着老幺回草原避风头，待风声过去，我自会前去寻找你们。五人之中，只有巴头路还蒙在鼓里，余下四人早已猜到林道长凶多吉少，听他这般说，无不悲伤难过，心意坚定，打死不走。师傅，您跟我们说句实话，您的伤势究竟怎么样了？毒性强烈，几乎无药可解。你们无需惊慌，此事虽然多有危急，却仍有一线生机。既然你们执意不去，那就随我前去雍州潼关县，或许能寻得解毒丹药。师傅，我自墓中寻得2枚奇异红杏，这2枚红杏原本藏在关中玉枕之内，自地下埋藏了600多年，却不曾腐朽，定然不是寻常事物。您见多识广，且辨识一番，看看这2枚红杏是否有解毒之能。但凡杏属皆有小毒，这2枚红杏可能另有神异用处，却不能用来解毒，不知道服下它们有何后果。好生收着吧，来日方长，他日遇到见识广博之人，或许能知道它们的用处。二师兄，你来坐车，我去骑马。老幺，暗夜无光，留在车上吧。师傅，不行，我得离开马车，否则一旦再次引来天雷，会殃及众人。这只是寻常雷雨，无需担心。不对，师傅的言外之意就是知道那些不是寻常雷雨所引发的天雷与我有关。大师兄，你刚才看到人没有？荒山野岭哪儿来的人？刚才有2个人站在路中央，你没有看到，直接压了过去。你看花眼了吧？若是真的撞了人，马车岂能不颠簸？刚才倒是有只兔子窜过去了。传说黑白无常知道谁的大限将至，会赶来带走魂魄，而眼下师傅身中剧毒，命在旦夕。若是说了实话，多有不及。药王孙真人的墓，师傅好像说过动他的墓会折寿。三师兄，我年纪小，剩的寿命多，一会儿不让师傅动手，我来挖。师傅没看走眼，我也没看走眼，你有这份心也就够了。但师傅是不会让我们动手的。墓里面应该有1枚回天金丹，只是即便真有金丹，对我也毫无用处了。早在2日之前，我的生机已经断绝，只以封魂针封闭7窍，强留魂魄于肉身。师傅，不管，稍后取得金丹，就由你们将其送回格造山，交给住持罗顺子道长。师傅，格造山已经将您逐出师门，您多年奔波辛苦得来的丹药，为何要送给他们？老三，不要插嘴，听师傅说。届时将这封书信交给罗顺子道长，他会引荐你们拜师入门。师傅，我这一辈子就您一个师傅，我不拜别人。老大说的是，今生今世我们绝不再拜他人为师。为师还没死呢，你们便不听话了吗？此言一出，林道长自己先愣住了，因为他想到自己生机断绝，实则已经是死了的。林道长想到了，5位徒弟也想到了，场面瞬时失控，悲声四起。老大，你先去破土，自墓前开挖；老二，你且前去帮忙，切忌碰到墓石立刻停手，不然便不是起坟，而是盗墓，会折损你们的阳寿。老三，你天赋过人，智勇兼得，
但你有个致命的短处，你多情且重情，如此一来势必为情所累。世间的好女子岂止千万，你不可能尽数慵懒入怀，该放手时且放手，不能拥有，不妨成全。是，师傅。你也过去搭把手。老四，当下大唐内忧外患，为师不求你回报什么，但愿你不要忘恩反噬，伤我族人。武田真公永远不会忘记师傅的教诲，您永远是我的师傅。巴图鲁、李中庸、陈立秋、长生永远是我的同门。大唐接纳遣唐使长达260年，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，武田真公永远不会忘记。长生，你跟老大他们不一样，你必须拜师入道，参习经书，明辨阴阳，正行修身，自负龙虎。